澳門一直以嚟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嚟，東西文化都喺呢度扎根滋長，造就咗澳門特有文化景觀嘅同時，亦都形成咗澳門珍貴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嘅，絕對就係澳門嘅傳統手製杏仁餅工藝。聚香係澳門其中一間極具歷史意義嘅杏仁餅店。作為第2代嘅傳人，李志勇先生因為一個嘅傳承使命而返去接手，繼續經營聚香。呢個鋪頭咧係我爸爸承傳翻落嚟嘅，因為係爸爸嘅佢哋做開落嚟嘅，我都唔想佢失傳咗佢啦。因為佢話退休咁啊，我就翻嚟承接翻佢咯。接手嗰陣，因為嗰個員工好少咯，我哋就得一個員工，同我爸爸話唔做啦，咁我就翻嚟自己同我另外一個員工一齊做咯。李志勇先生喺細個受到父親嘅渲染之下，慢慢培養咗對做餅嘅興趣。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就喺跟我爸爸佢哋玩下就學出嚟識嘅。我哋嗰陣時細個大個，我諗都係七歲到啊，7歲8歲咁樣嘅時間，做下就我爸爸再教下我啲竅門啊咁樣咯。做落都冇問題喎，幾好玩咯咁樣，計做到而家咁樣咯。聚香嘅杏仁餅，除咗原味以外，仲有唔同嘅口味選擇。唔講你唔知啊，最初嘅杏仁餅其實係冇杏仁㗎，佢係再製作成杏仁嘅形狀而命名。傳統都係用手製啊咁樣咯，材料咧我哋都係一定要揾翻啲靚嗰啲先用到咯。通常我哋都會叫嗰個豬肉鋪啊，佢哋會幫我哋留啲靚啲嘅豬肉翻嚟咯。嗰啲係特別嘅肥豬肉嚟嘅，其他嗰啲肥豬肉係做唔到呢隻杏仁餅。而喺食材分量同埋比例嘅控制、按壓力度嘅大小、倒模嘅速度，以至炭爐火候等等，都需要長時間嘅訓練，先可以一直保持到食物嘅水準。李志勇先生希望可以將呢個傳統手藝同埋炭火烤焗嘅風味傳承落去。炭燒咧，因為揾炭咧係比較困難咯，越嚟越少嘅做啲賣炭嗰啲鋪頭咯。同埋咧，佢嗰個炭好貴㗎。炭燒佢本身有佢自己嘅特色咯，咁我都盡量就去繼承佢有個炭燒嘅特色喺度。李志勇先生希望繼續將手製杏仁餅呢個傳統手藝同埋炭燒風味傳承落去俾下一代。作為第3代嘅傳人，譚思穎小姐由求學時期就開始裝備自己，希望長大之後亦都可以為聚香出一分力。其實我好細個都喺香港度生活嘅，咁其實都係自己一啲長假期，即係可能新年啊、聖誕啊、暑假，即係就會過嚟澳門幫手咯。之後高中就過咗嚟澳門讀書，跟住其實自己就星期6日都有過嚟幫手，因為始終都係我屋企人嘅鋪頭，即係其實都好想幫佢哋。杏仁餅作為其中一個澳門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譚思穎小姐亦都希望能夠令更加多人認識到澳門嘅傳統美食文化。其實我本身畢咗業之後咧，其實中間我自己去咗參加咗澳門基金會舉辦嘅上海交流啦。就嗰3個月入面，其中佢有一 part 咧係關於非遺嘅。體驗完之後覺得哇，其實澳門嘅非遺真係唔可以失傳，因為其實依家手製杏仁餅都係澳門嘅非遺一部分啦。喺新舊2代共同打理嘅同時，思想亦都會有唔同。第2代傳人
李志勇先生深深體會到兩代人喺思想上嘅唔同。我同佢哋嘅想法係唔同嘅，我就梗係想佢哋繼承落去啦，睇下佢哋個諗法同我而家個諗法有冇分別，同埋始終佢哋嘅思想係會係好過我哋嘅啲保守啲嘅。而作為第三代嘅傳人，思穎就希望可以將一啲創新嘅諗法放喺包裝上面，而呢一個諗法仍然需要時間討論同磨合。咁其實代溝就一定有嘅。其實因為我舅父都話佢自己比較即係傳統比較守舊，即係我有時覺得嗰啲包裝嘅設計，我覺得自己係要改嘅。即係可能因為有時有啲客都話自己拎到翻去，可能就已經碎咗。希望啲客拎到翻屋企係真係仲係一盒好完整嘅杏仁餅。即係可能因為佢哋會覺得，如果你成本一高，咁其實你個即係嗰個賣嘅產品嗰個價錢你又要提高，咁變咗啲客一定會有意見㗎嘛。即係有時都覺得好難去改變咯。但係即係有時都要俾自己一啲信心，去慢慢去說服佢哋。除咗要處理兩代間嘅問題之外，更加嚴峻嘅係要面對新冠疫情嘅打擊。2年幾嘅疫情，不論對全球或者係對澳門嘅經濟都造成重創，唔少中小微企同埋老店亦都相繼倒閉，而醉香同好多傳統老店一樣，亦都面臨住經營嘅壓力。壓力實有㗎啦，即係個落差都好大啊！梗係想有返疫情前嗰個銷售個情形啦。咁即係而家我哋都係盡量俾啲員工佢哋有公開咯，就將時間就縮短咗，佢哋日日都有公開咁樣咯。而家都係開半日啊，有陣時多嘢做咧，我就會開返全日咯。就係時間上已經係比以前縮短好多。除咗疫情影響生意嘅問題，作為第三代傳人，譚思穎小姐亦都有其他嘅壓力來源。雖然醉香餅家已經喺澳門打響名號，但係要維持歷久不衰，卻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其實醉香其實都有65年嘅歷史啦。你守業比創業難嘅，即係可能創業因為係你自己白手興家，即係可能失敗咗，你就會吸取啲經驗翻嚟。但係可能如果你係守業，去到你一個代就 close 咗，其實即係個責任會好大啦。即係人哋會覺得係因為你嘅問題而去導致間鋪頭去結業咁樣。雖然充滿住各種考驗同難關，譚思穎小姐仍然希望能夠將呢個傳統風味同埋工藝繼續傳承落去。即係其實我覺得要保持個初心咯，因為我哋本身整杏仁餅其實都係想希望人哋認識啊，即係可能真係會帶一個澳門好好嘅手信去送俾屋企人或者親戚咁嘢。即係當然用機器做，當然係可以有生產量好大，但係我會覺得如果你即係用人手做，會有一種人情味咯。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會話澳門係一個好有人情味嘅地方，即係可能就唔會有一啲科技啊機器咁樣阻礙咗。醉香餅家除咗係一間具有歷史意義同埋價值嘅傳統老店，對於醉香家族嚟講，更加有一份情。其實都有一個凝聚力嘅，即係可能我舅父都有講，如果冇醉香，其實大家都可能真係會好少會翻嚟啦。即係可能真係到咗係阿婆嘅生日或者新年，其實可能先會大家翻嚟。但係依家即係有醉香，其實大家日日都會喺度，即係其實仲係一家人一齊幫手咯。即係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屋企嚟嘅。醉香餅家經歷咗65年嘅風雨，有賴3代人嘅堅守，先至可以一直流傳至今。
雖然牌匾上嘅醉香餅家4個大字已經逐漸褪色，但當中嘅情懷會一直流傳喺每個品嚐過嘅人嘅心入面。